2025年12月31日，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舞台上，宋威龙和张婧仪并肩而立，灯光打在两人脸上，一首想问你愿意吗唱到一半，他很自然地把手机塞进了他礼服裙子的口袋。没有人当时意识到，这一个不到3秒钟的动作会点燃接下来整整半年都没有熄灭的粉圈大战。宋威龙出道快10年了，从青涩的校园少年到现在被叫与 quote 现偶男神与 quote， 他这些年合作过的女演员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谭松韵、关晓彤、鞠婧祎几乎每一次搭档都能让观众讨论出一个新的 CP 名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次的争议不是因为他的演技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绯闻，而是因为2部剧2个女主角撞在了同一个时间点上。其实早在多年前，他和鞠婧祎就已经3次合作过，跨度长达10年，从客串到主演，从现代戏到仙侠剧，被粉丝调侃是与 quote 3搭老熟人与 quote。 而他和谭松韵搭档的以家人之名，更是他事业上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。两人一个演冷峻大哥，一个演古灵精怪的妹妹，从兄妹情演到爱情线，那份细腻感一度被封为教科书级别的 CP 感。可以说每换一个搭档，他身上就多一层新的话题标签。而这一次风波的中心换成了赵今麦和张婧仪。就在跨年晚会之前，他和赵今麦主演的《骄阳似我》正在热播。剧里赵今麦演的聂曦光元气满满，宋威龙演的林雨森清冷禁欲，这一对被粉丝亲切的叫做与 quote 龙脉 CP 与 quote 糖分高到发烫，弹幕里全是磕到心跳漏一拍的留言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主演却在跨年舞台上跟另一部待播剧的女主角十指紧扣，深情对唱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对不起赵今麦这5个字几个小时内就冲上了热搜第1。剧粉的逻辑很简单，你们家剧还没播完呢，糖还没吃够呢，怎么转头就去跟别人卿卿我我了？有粉丝在评论区写道，感觉自己在追一场3角恋，只不过男主角本人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与 quote 劈了腿与 quote。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时间快进到今年7月，宋威龙和张婧仪主演的新剧《野狗骨头》正式开播。这一次轮到与 quote 夏威夷 CP 与 quote 接棒，两人直播连线互相打趣，首映礼上牵手偷笑，被粉丝形容成与 quote 自然感的真实反应与 quote。 眼看着这对新 CP 要顺利起飞了，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剧情反转的比电视剧还精彩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7月9日，宋威龙和赵今麦素颜聚餐的路透视频毫无预兆的空降热搜。要知道骄阳似我都已经完结半年了，可这条视频的爆发力直接盖过了正在热播的野狗骨头。就在网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宋威龙几乎是隔了没几个小时又晒出了一张和张婧仪的合照。网友们瞬间坐不住了，纷纷用了同一个词回旋镖。当初跨年合唱的时候是龙脉粉觉得被辜负，这一次素颜聚餐一出，轮到夏威夷粉觉得被与 quote 被刺与 quote 了。风水轮流转，谁也没想到这个剧本会照着原样再演一遍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被扒了出来。原来早在2024年，2个粉丝阵营之间就因为番位排序的问题结下过梁子。旧账加新仇，评论区彻底吵翻了天与 quote。 宋威龙张婧仪评论区吵起来了与 quote， 这个话题也顺势冲上了热搜。有意思的是，截至目前，宋威龙和张婧仪在微博上其实都还没有互相关注。这个细节被两边粉丝解读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。有人说不互关反而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，是刻意避嫌；也有人说纯粹是宣传期忙，还没来得及处理这么小的操作，没必要过度解读。真相到底是哪一种，恐怕只有本人知道。直到多年后，也许大家才会看懂这场闹剧的真相。其实宋威龙自己在活动现场被观众起哄要求合照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拍可以，但发不发得经过宣传那边同意。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跨年合唱也好，首映礼互动也好，本质上都是剧宣安排里的常规环节，是演员必须完成的工作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场 CP 混战到底冤不冤？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
是继续为自己喜欢的 CP 冲锋陷阵，还是退一步，把注意力放回到作品本身？有意思的是，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真正什么都没做的，反而是赵今麦和张婧仪这2位女演员。她们既没有主动挑起对立，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互相评价过对方，却被夹在两边粉丝的骂战中间，成了最无辜的那2个人。这件事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挺现实的问题。当一个演员的作品越来越多，他身上能承载的 CP 自然也会越来越多。观众想要独占式的糖分，可市场逻辑却不允许一个艺人只谈一场恋爱。于是每一次新剧官宣都变成了一场旧糖和新糖的拉锯战。宋威龙好像也活成了内娱这几年最典型的一个样本，10年时间从青涩到成熟，戏里换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演员，戏外却始终绕不开粉丝们的争风吃醋。有人说这是顶流的甜蜜负担，也有人说这恰恰照出了饭圈文化里最偏执的那一面。而对宋威龙自己来说，这半年的经历可能也是一堂身不由己的必修课。他既要配合平台完成跨年舞台的合作，又要为新剧尽到宣传义务，同时还得顾及老剧粉丝的情绪，3头都要顾，3头都可能得罪。这种夹在工作和舆论中间的处境，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困境，几乎是所有多产偶像剧男演员都要面对的共同难题。观众想要的是纯粹的糖，可行业运转的现实从来都比一部偶像剧复杂得多。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，或许从来都不是谁跟谁更有夫妻相，也不是谁先牵的手，而是每一部作品本身值不值得被认真看完。糖可以磕，但没必要为了糖把2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架在火上烤。说真的，回过头去看这整场闹剧，你会发现一个挺讽刺的地方。跨年合唱的时候，骂声是冲着宋威龙和张婧仪去的，素颜聚餐曝光之后，骂声又转向了宋威龙和赵今麦。可2次风波的共同点是，被架在中间的永远是那位女演员，而不是男主角本人。这种与 quote 雌竞与 quote 是的对立，说到底，很多时候并不是2位女演员自己挑起的，而是粉丝们替他们打的一场仗。也有理性的声音站出来说话。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，2位女演员本身都很优秀，为什么非要制造这种对立？这句话被顶到了热评前排，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被卷进这场混战。毕竟艺人的工作日程、宣传节奏，很多时候是团队和平台早就排好的，用时间线去反复咀嚼谁先谁后，除了让粉丝们互相攻击，好像也确实说明不了太多问题。说到底，磕 CP 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错，追剧追的就是那份心动的感觉。但当这份心动变成了对另一个无辜的人恶语相向，那就已经偏离了追星最初的样子。宋威龙这10年换过的搭档不算少，未来大概率还会有新的合作、新的 CP 名出现。与其纠结这一次到底谁先牵的手，不如把期待留给他接下来的新戏，看看这个从少年演到成熟的男演员还能带来什么样的角色。如果你看完这期视频，也想聊聊你心里的答案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见。